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陪大家聊聊，他应当为他的改变负全部的责任。我有个地球人的姐妹，所谓的地球人姐妹，就是她是我的好姐妹，但是她没有走在练习的路上，所以我称她为地球人的好姐妹。那因为这一阵子比较熟嘛，所以他可能就会知道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。可能我会跟他分享我在身心灵这一块，我在上课这一块，群里面这一块，我们称的家人，就是我称之为家人这一块，也会跟他分享说，我结交了很多很多的家人，不同国家，甚至台湾的北到南，都有很多家人的存在。好，所以他也稍微会间接了解或者是认识我们群里面的家人。当然，他也看到这些一些啦，不是这些，就是一些人来来去去，可能这些来去都是发生了一些事件，然后就离开了这样子，他就不能认同我。比如说，他一直认为说我不纠正对方才会导致事件发生，因为我不告诉对方怎么做才是对的，才会导致事件的发生。又或者说，我不断的给机会，让对方才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。就是他认为的种种种种，我都有稍微跟他讲。我说，其实，我呢，也不过就是听话照做，就是神怎么教我，我就怎么做。比如说，神从来不会纠正我，不会怪我，我做错了，直到我自己认为我做错了，然后我再去忏悔。他不会告诉我说：“哎，你这样做是错的哦。”他会一直给我机会，一直用善知识去引领我，直到我自己发现错误。那当然，这个过程是必须要自己去发现的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去纠正对方，只是会一直给对方机会，希望对方可以找到他自己的错误。但这样子的做法，我的姐妹却不是很认同。所以在这个观点上面，她就会觉得，因为对方认识了我，然后产生了变化，就是改变。他原本不是这样子的人，然后可能为了要提升自己，或者是提升灵魂，或者是想要在身心灵这一块找到答案，才认识我的人，然后认识了一段日子，却改变了，却改变了。为什么我不用为这个人负责任？我不管怎么解释，其实他都有点听不懂。于是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才稍微明白。说过了，他是地球人，就是没有练习过的人，所以我必须得花很多的时间、很多的耐心，不断的找很多的例子去跟他做分析，为什么他们的改变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就跟他说，诶，如果今天，嗯，我是卖衣服的，好了，我是卖衣服的。在我还不认识什么神啊、什么上帝啊，或者是什么宗教，我就是很普通的讲讲，我就也不信神啦，也不信任何宗教，就是很普通的讲讲，然后再卖衣服、卖衣服。然后呢，有一天讲讲发现，哎，有神这回事，哎，哦，就开始跟神啊去做祈求，就是认识神之后，了解到原来跟神去做连结、去做祈求，其实神会很愿意帮忙人类这样子。好，讲讲就开始每天跟神祈求说：神啊，我希望我的衣服可以大卖，我可以因为卖好衣服，所以丰盛这样子。然后就开始去做祈求，去做祈求。好，神这个时候听到讲讲的祈求，于是就帮忙讲讲，就开始让讲讲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好，刚开始的讲讲是普通的讲讲，所以呢，做起事来特别认真。可是因为祈求了神，神也帮忙了讲讲，讲讲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好，当然这个生意越来越好，让讲讲得了大头症，会认为说，诶，我的店生意就是如此的好，我选进来的衣服，客人就是会喜欢。
甚至可能稍微抬高了一点卖的价钱啊，就是卖价，可能也会稍微做了调高的动作，或者是因为生意太好了，可能上门的客人服务品质就没有那么高，就会认为说，我现在是很红的店呢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衣服很夯啊，就是你如果现在不买的话，很快别人就会买走喽之类的，就是服务态度就没有像以前那么认真。当然，在这样的过程，因为你的服务态度不好，又或者因为你的价钱稍微比别人高，没有当初那么认真了，那客人就慢慢掉了下来，就慢慢掉了下来，甚至生意都没有像往以前普通讲的那个生意这么好。那请问，普通讲的生意，因为信了神，神也愿意帮忙讲，就讲因为生意好得了大头症，然后态度不好，自己的改变让自己的生意又一落千丈，甚至比以前更糟糕。请问讲这个改变应该怪神吗？我就讲这个故事给这个姐妹听，姐妹才稍微有一点理解我的意思，就是我有跟这个地球人姐妹说，其实不管怎么接近我的人，我都会秉持着就是神教我的一切，就是不断的给对方机会，绝对不是为了要宠坏对方，只是为了单纯给机会，直到对方可以找到自己需要修改什么，直到对方自己了解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做才是对的，或者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在哪里，都一定要自己发现，自己发现，不是我告诉对方怎么做。如果我是告诉对方怎么做，对方不能苟同，3天就打回原形了，了解吗？一定要从你自己内心发觉、觉醒了，眼睛张开来了，你才会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，绝对不是别人告诉你的。所以今天稍微跟大家讲这个小故事，就是讲的改变，也就是不管是不是接近我，还是不是接近我，就是你们的改变，其实也要为自己负责任，不要去责怪别人没有纠正你，或是别人没有告诉你怎么做。OK，今天分享到这啦，I love you，拜拜。